这个男人从来没有谈过女朋友，而死党在他生日那天叫来应招女郎。他热情似火，服务主动，事后给男人包了一个红包。应招女郎名叫玲姐，她业务能力极强，而且为人仗义。为了帮助喝醉的姐妹，她直接干了满满一杯子的洋酒。然而这一杯酒喝下去，她狼狈地扶着腰咳嗽，手帕上赫然露出了血迹。接下来的应酬中，她说什么都不肯再喝，而客人却骂她不识抬举。玲姐一气之下掀翻酒杯，起身就走。然而酒全洒在客人身上，老板得知消息追过来教训她，嘴里的话越说越难听。玲姐反驳老板压榨员工，老板被她堵得无话可说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玲姐嘴角渗出鲜血，她第二天就离开了夜总会，回到了义母红姐身边休养身体。这红姐是庙街最受尊敬的老鸨，玲姐一直受她照顾。得知玲姐最近身体不适，红姐亲自带她去拿药，并亲手熬药给她喝，两人不是母女却胜似母女。红姐还有个亲生女儿小敏，小敏如今是当红花旦，因为曾经母亲的特殊职业，所以她很少和母亲联系。这次好不容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出道成名，所以一直隐瞒着母亲的身份。小敏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，背后却有很多痛苦的经历。由于不想接受潜规则，结果被换下女主角的戏份。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小敏不得不出卖身体。与此同时，得知女儿失去了重要的角色，红姐找到经纪人，演了一出仙人跳，威逼对方把角色还给小敏。没想到这一闹反倒帮了倒忙，公司决定彻查此事，结果小敏白白地陪老板睡了一晚，气得她向母亲大发脾气，最后双方不欢而散。小敏开着豪车扬长而去。庙街还有个风尘女孩，名叫阿莲。她本是个乡下女孩，为了青梅竹马的阿辉，选择自己下海赚钱。好不容易供她读完医学院，没想到回去探亲的时候，阿辉瞒着她谈了个女朋友。二人同是医学生，女孩温文尔雅，又和阿辉志趣相投，双方早就已经定下婚约。而伤心欲绝的阿莲在接生意，专挑一些口味极重的客人。一次她被客人打得鼻青脸肿，去找阿辉看伤时，却无意被他未婚妻撞到。阿莲见对方知书达理，又对自己温柔有加，不由得红了眼眶。另一边的玲姐遇到了一个清纯男生小帅，他20几岁还没交过女朋友。朋友们实在看不下去，在他生日这天凑钱去找玲姐，准备让他好好享受一番。玲姐见他长相清秀，结果大发善心，破例送了次外卖。事后他还送给小帅一个红包。单纯的小帅对玲姐一见倾心。不久后，他花重金买了条手链，专程找玲姐表白。玲姐见他年轻，以为只是玩玩，却没想到两人约吃饭时，小帅直接把玲姐带回家，以女友的身份介绍给父母。小帅家是开棺材店的，然而玲姐却丝毫没有嫌弃。可是当父母问起他的职业时，小帅却显得很慌张，想撒谎骗过去。而玲姐为人坦诚，大大方方说出了自己的职业，她不希望小帅有什么幻想。临走时还教育他，以后不管有什么事，千万不要骗爸爸妈妈。小帅父母也因此对玲姐印象非常好，却也很可惜她是个夜总会小姐。另一边，红姐听说小敏要拍着火的戏，她知道女儿从小怕火，便偷偷去片场做群演保护她。开戏前，红姐跑进小敏的休息室，讲起了母女俩以前的事，恳请女儿允许自己再抱一次。小敏没有说话，默认地让母亲抱了过来。红姐理解女儿一路以来的辛苦。两人说话时，小敏无意间说出了自己陪导演的事情。红姐告诉女儿，过去的事就算了，只要以后清白做人就好。听到这里，小敏再也忍不住情绪，抱着母亲失声痛哭，母女俩终于和好。可没想到在拍戏的时候，由于导演力求真实，小敏被一巴掌打昏过去。火势蔓延之后，众人见小敏迟迟不出现，这才赶紧扑火。红姐不顾一切冲进去救女儿，不幸被她下来的横梁砸中。小敏好不容易将母亲救了出去，却耽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。红姐被送往医院之后，玲姐得知消息匆匆赶来。医生说，做手术必须由家属签字。
然而一群记者跟在小敏身后，他不敢表露身份，希望玲姐能帮忙在手术单上签字。因为小敏的所作所为，玲姐早就看她不顺眼，正好借此机会将小敏好好教训一番。另一边，阿莲意外接待了一个下手极重的客人，最终把他掐晕过去。等阿莲醒来，他又要动手。恍惚之间，阿莲回忆起了阿辉被救上岸的情景。如今阿辉已另觅良人，阿莲心有不甘，结果一用力直接把客人掐死过去。事发之后，阿辉主动来警局，想把他保释出去，还答应他会找最好的律师帮他打赢这场官司，等到事情结束，他就会和未婚妻完婚。事已至此，阿莲也不再对他抱有幻想，含着眼泪祝两人幸福。与此同时，医院里的红姐已经时日不多，玲姐带着一众街坊进医院送行，小敏在片场没能及时收到消息。临终前，红姐把小敏托付给玲姐照顾。红姐说道，干他们这个职业的，走后上不了天堂。红姐只希望葬礼时能多来些人为自己送行。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小敏还在片场演戏。巧的是，她在剧中的母亲也是生命垂危。小敏知道自己对不起母亲，终于借台词说出了自己的心声。或许是因为母女连心，恍惚中，小敏眼前浮现了母亲的仪容。她不顾一切地冲出片场，身着一身红衣赶到了庙街，随即拦下送行的队伍，小报记者紧紧跟在后面。这时的小敏终于放下了身份，她在棺材上失声痛哭，可惜她再也没有机会报答母亲。影片最后，小敏为母亲披麻戴孝，而小帅也赶到现场守在玲姐身边。街的另一边，阿莲坐在囚车上，望着他们，与送葬的队伍擦肩而过。这是一部被低估的香港电影，导演把应招女郎描绘得有血有肉，活在大时代中的小人物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辛酸血泪，而几位女演员在现实中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命。好了，电影到这就结束了，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关注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